川这时候要去哪儿呢？平时都说盾构机，去真正的去看盾构机，据说现场比较震撼。走吧。非常大，非常的干净，不可思议。有句话叫"世界来中国找答案，中国到深圳找答案"。但是呢，这一次我想说，我真的找到答案了，而且是在深圳地下的100多米找到的答案。就是最近呢，大家都知道深圳很热闹很火，火的不行，火遍全国，甚至都火到国外去了。深圳出品的阿嬷的情书截至5月25号票房突破了11个亿，成为了今年5一档的最大的一匹黑马。同时呢，5月中下旬全国最大的文化产业盛会第22届文博会也在深圳。所以呢，上一周我的好友鹏程北望邀请我上周四去深圳做一个深度的探访。你看他这个名字起得好不好呢？因为深圳也叫鹏程，大鹏展翅，但是大鹏展翅的同时不忘向北，不忘眺望国家大局，就是南方的视野和北方的根脉无缝连接了，心怀国之大者。我这位朋友鹏程北望，他的水平也很高，所以呢，上周他问我有没有时间去深圳，我欣然答应了。其实呢，走到倒数第2站的时候，走到光明区生命科学园的时候，看到国产替代的时候，我当时已经隐约感觉到我找到答案了。到了最后一站中铁14局深汕段的施工工地，我坚信已经找到答案。就是在最后一站中铁14局深汕段的高铁施工段，实际上就是一个工地。我下到了100多米的作业面，我想看什么呢？我主要是想看盾构机。我之前呢研究科技研究装备也比较了解盾构机，但是呢我没有亲眼见过正在工作的作业面，正在工作的盾构机。其实呢我们是先在14局工地的展厅，由施工队的老师给我们做介绍看宣传片，才坐上车下到地下的作业面的。那么这个宣传片当时把我给震撼到了，也把包括鹏程北望在内的一行的这些朋友们都给震撼到了。一会儿的片尾我给大家放一遍。那么我今天要讲的这个答案其实就跟这个宣传片有关系。因为我看完这个宣传片，我就想着看着能不能在我的节目里面给粉丝们也看一看，所以呢我一上车，我一路上心想的就是这个宣传片，看他能不能要过来。不过呢我又回头一想，这个宣传片涉及到了盾构机装配的过程，尤其是刀头装配的过程，公开发出来会不会泄密呢？有哪些部分可以公开呢？看看能不能要得到。所以说参观完之后呢，我就迫不及待地问我身边的一位施工段的领导，我说刚才展厅的那个宣传片涉不涉密呢？能不能传给我一份呢？能不能在我的账号里面发出来呢？如果不能完整发，其中哪些部分可以发出来呢？我也想让我的粉丝们开开眼。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就是这位领导他非常肯定地回答我说这当然没问题。听完这个话呢，其实我心里还不太踏实，我就追问我说你这个片涉及到了装配的流程工艺，真的不涉密吗？发出来不会有问题给你添麻烦吧？他说央视早都放过这部片了，没问题的。其实呢，我们也希望全国人民都能够看到我们的大国重器，增加我们的民族自信。那么我再追问，我说如果国际上一些竞争对手看到，会不会有问题呢？你像我之前参观我们海上的风电，也是大国重器，那么有些核心的部件，欧洲间一些企业非常想知道，所以我们参观的时候都不允许拍照的。那么咱这个盾构机为什么不怕呢？难道我们把技术告诉他们，他们也竞争不过我们吗？这位领导当时回答我说是的，您回答没错，就算我们把图纸给他们，就算我们把机器给他们，他们也干不过我们。我再追问为什么？然后呢，这位负责人给我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他说因为我们过去是铁道兵，我们身体里面流淌着铁道兵精神。那么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开始对这个负责人，对这个人感兴趣了。我看他的工牌上的职务写的是书记，就是每一个工段除了指挥长还有书记，跟部队一样是双手掌负责制。亮剑呢，相信大家都看过，李云龙是团长，他就是赵刚。这一刻我恍然大悟了。
就是过去我们一提到基建狂魔，一提到中国速度，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呢？想到的只有大国重器。我们都忽视了什么呢？我们都忽视了背后的人。我们今天有这么多全世界首屈一指的，让我们老百姓感觉到便捷舒适点赞的这么好的高铁，高铁它的背后是什么？是5+2白加黑3班倒的铁道兵。铁道兵们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中铁人。过去我们的盾构机不行，得进口，我们天价买别人的机器，机器一旦坏了，我们再请别人来了请别人住5星级的酒店，一天开天价的工资，别人修的时候还不让我们看。后来呢？后来我们自己边干边摸索，最终我们自己搞出来了。我们的价格不仅是他们的1/10，而且加上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勤劳肯干，我们在实践当中消化、吸收、摸索、创新、再创新，而后进入无人区。我们搞出来的机器比他们的还好用。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组织，是人。我们的一个施工段3-5公里，我们可以几个月干出来，他们几年都干不出来。参观完，深入的交流完，我坐车返回了地面。我向这位负责人提了一个要求，我说我想重新回到刚才的那个展馆。我给大家专门录制了下面这段视频。铁道兵1948，桥梁大队直属桥梁团1951，铁道兵团第4师1954，铁道兵第4师1984，铁道部第14工程局1999，中铁14工程局2001，中铁14局集团有限公司。这是成功的密码。朋友们，这其中您说难道没有规律吗？没有密码吗？没有答案吗？中国的答案，深圳的答案，难道不是如此吗？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这次在深圳地下100米深处找到的这个答案吧。